嘿，听到焦虑这个词会想到什么？恐慌症发作、过度呼吸？好吧，有时候这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如果我告诉大家有些习惯呢？我说的是习惯，不是偶尔的一次性的行为，似乎很常见和普遍，但实际上可能是焦虑的迹象。当然，焦虑体现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一些症状和习惯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，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1. 睡不着，我的大脑运转不停。记得有一次，服务员对我说：“祝您用餐愉快。”我说：“谢谢，您也一样。”然后对自己说：“如果人家觉得我很蠢怎么办？”这件事过去已经1年了，但它仍然搞得人夜不能寐。好吧，深呼吸可以克服的。会不会一直是这种状态，挣扎着入睡？感觉就像大脑在无休止的运转，不管事态有多平静，这可能是焦虑的表现，尤其是如果这是持续的。鉴于专家们建议，每晚最好有7到9个小时的良好睡眠，这可能是个问题。2. 咬指甲，坐立不安，或嚼头发梢，或不断的撕指。总之，不让手闲着，这些似乎都是无害的，但这些都是重复的、无意识的自我刺激的行为。以缓解压力，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在特别紧张的时候做这样的事，但如果发现几乎总是发生这种情况，这可能是焦虑的萌芽迹象。指甲都快被咬没了吗？或者指尖经常被咬疼？也许留一些时间自我意识，看看有没有发现自己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情况下咬指甲。如果有这个习惯，那可能是由焦虑引起的。3. 列出太多要做的事，有太多事要做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当然，有条理是很棒的，清单可以有助于集中注意力，完成所有事。但要知道，如果生活中除了列表没别的，只有列表的时候，或者感到焦躁不安、不自在和不满，如果不做个列表，就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话，那很大可能是走火入魔了。这个习惯已经开始从一件好事变味为生活中的障碍，这正是焦虑使然。4. 锁门了吗？最好检查20次，和前面提到的清单类似，什么事情都要翻来覆去的检查好多次。检查和有条理的一天可能是焦虑的迹象。对于焦虑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更能控制局面的方式，就像以前一样。虽然事情太多，彻底的一次又一次的检查，强迫性的检查会打断一整天，不可能过得很好，不太好，根本太不好。更糟糕的是，不管一个人有多小心，也没有人能100%不出错。所以，尽管经过了所有检查，但当某件事被错过时，其影响可能比它应该的更具有破坏性，因为焦虑的人本以为抓住了最后的稻草，作为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手段。5. 避免眼神接触。俗话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但如果觉得自己的灵魂有一段时间没有理一理了，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混乱，等等，不。也许我们想的是我们的家，好，其实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焦虑的人总觉得自己暴露在外，只是在外面，有时候被别人用评判权衡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那么自己的眼睛该看向哪里呢？他们在寻找出路，如果发现自己一直在计划退路，而又没有一个真正可靠、切实的理由，这可能是焦虑的迹象。6. 道歉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很遗憾地说，真正的道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。说对不起并不总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歉。在某些文化中，一个简短的抱歉，并非承担错误和招致懊悔，更像是社交礼节和礼貌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指实际上是在为整件事道歉，承担责备，感到懊悔，发誓要做得更好。当今问责是一件好的、成熟的事，是积极的特质。以这种方式道歉也涉及谦卑和相当大的情感代价，所以并不经常发生，而且一旦发生就是有意义的。焦虑的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已经有了负罪感的底线，那么道歉只会增加更多的负罪感，并加剧他们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事的个人感受，然后会为自己的行为向别人道歉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负罪感，就像一个无尽的循环。
7. 指望无生命的物体作为安全毯。你有丽纳斯的毛毯吗？还记得查理·布朗和他的朋友丽纳斯的连环画吗？丽纳斯的毯子。是啊，丽纳斯可能有点焦虑，没有毯子。好吧，可以是其他无生命的东西。为了不让自己感到不安，必须带上点什么其他无生命的、不重要的东西吗？可以是你的毯子。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口香糖或耳机。如果有了迫在眉睫的感觉，那可能是这一天没有这个东西就会失败的预兆，可能是焦虑在向自己悄悄暗示这些担忧。嘿，大家看完这支影片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们重申，以上每一点都是在谈论一种习惯，而不是一次出现一个。即便如此，就像免责声明中提到的，不要过分解读我们的影片。如果有担心，还是要向专业人士或能指导你的人寻求帮助。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或他人。你能认出一二吗？记得点赞、分享，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哪一条对你最有帮助。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